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聊美股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2月23号，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开始了，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，预计直播30分钟。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，来帮忙确认这个声音还有图像。进入直播间的朋友，请帮忙确认这个声音还有图像是不是都是正常。丽丽，你好，请确认一下声音还有图像是不是都正常。好的，感谢确认。我们赶紧来说一下今天这个大盘。标普今天非常有意思啊，它是刚好是打了一个小高点，目前的日内最高点是6916.96，我这里也标出来了，6916.96，这个小高点刚好突破了上周五的这个高点，上周五的高点是在6915.86，还刚好是比它高一点点。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在这个技术上，这个的技术含义就是从6775这个反弹现在有5根了，有5根 K 线了，意思是说现在这里如果说当一笔反弹是没有问题的，就可以先当一笔用，可以先当一笔用。那么如果是这么演变的话，我们在周日做这个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时候说过一种演变方式，就是以这个7002断开。如果以7002断开的话，那么左侧我把这个图形稍微给它缩小一下，看一下最低点4835这个上涨 A 中枢 B 中枢一个趋势上可以结束在7002，然后从7002现在可以向右侧生长，怎么个生长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如果说以7002现在作为一个最低点来生长的，这个7002作为一个短期的高点来生长的话，那么这相当于一个二脉的反弹出现了。就这个二脉，如果说这里是一个二脉的话，那就可以直接是一个123，或者12345，或者是一个带中枢的趋势这个盘整下，或者说带2个中枢的趋势下，也就是说以7002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分割点的话，是可以这么生长的。那么今天是一个这个又是一个小幅高开，但是低走的一个状态，也不是高开吧，算是平开。跟周五这个股价的话，基本上是平开。那么，所以说我们需要警惕它要快速往下杀。那么再看一下1小时上，在1小时上，它现在有这么一个结构。1小时上，我们在这个做周末漫谈时候说过一个结构是什么呢？我把它再缩小一点。好的，1小时从7002，这是一个进入段的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刚好是到了这个6916，今天这个小高点，第9笔啊，在1小时上它是一个9段升级的一个中枢，然后这个我们看裸 K 能很清楚的看到它受阻于这个120和200的这均线这里，看裸 K。刚好也在120和200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，而且我们把这个中枢的中轨也画出来了。今天这个网络或者计算机有点慢，有点延迟，好像是。那么中枢的中轨我们也画出来了，1小时的中轨在这里，对吧？它现在震荡是在中轨下方震荡，偏空，就是说多头偏弱。你除非是要拉到那个中轨上方去，中轨在这里才是偏强，现在明显是偏弱。然后现在它可以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就是可以在这个1小时这个结构这里，它可以来2次回落。如果说这个6775这里作为起涨点的话，
那么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，可以这么走也可以。所以说现在就是在构造这个中枢的第3笔，在构造中枢的第3笔。那么今天又是一个5分钟上又是一个快速下杀的一个状态。我们看一下5分钟，5分钟出现了一个快速下杀，就是从这个尤其是开盘之后，把这个图形给它稍微缩小一点。从这个6916快速的下跌了一笔，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太强的抵抗。这里是尝试过出现一次底分型，然后就一个快速杀下来了。然后到现在这里是出现了一个，现在这个反弹一笔还不够。那么今天要小心什么呢？就是这里有一个5分钟的中枢的，上面有一个5分钟的中枢可以借用过来。啊，今天这个这个速度有点慢，好像是有点延迟。那么这个中枢你给它借用过来的话，这个反弹成一笔一定要注意，反弹成一笔之后，针对这个中枢还是3卖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想做日内的话，尽量做什么呢？尽量做这个2买，或者说做这个背驰。尽量做这面这个中枢的反弹之后的2买，或者说出现一个盘整背驰再进，所以不要着急捞。这种快速下跌的状态下，不要着急捞。好的，这个图形，这个今天速度有点慢，我就不说这个指数了，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分析。先看一下 Lily 问了一个 LEU， 打算找机会建仓是吧？是一个能源公司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股票的图形，这个是从来没分析过的一个能源公司。那么大结构上，我们就看一下周线上，它在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，然后在这里做了第2个中枢。我们先比较一下这3笔的一个空间有没有背驰。在0.618，对吧？那等比例在101，但是这个 MACD 现在下冲的还很猛，就这一笔现在下冲的，现在是不够1笔呀，现在是4周，因为后面这2周是有包含关系，所以现在有一点点企稳，然后但是呢，挂在这0.618这里，但是我个人倾向的话，它还要往下走。我们把最后这一笔给它看一下它的内部。看一下最后这一笔的那个内部状态。那么现在它已经到了200天之下了，这一笔呀，现在这一笔有过反弹，直到这里是有过一笔的反弹，所以说我的建议呢，你要想建仓的话，就再次跌破它之后再进，再次跌破这个低点，再次跌破183.45之后，这样的话它就其实在小周期它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一个7段的一个下跌，就1小时上可能是一个7段。那么日线的话就是一个1、2、3，等一个盘整背驰，等一个3和1比较是背驰的时候，你再进这个位置，日线上。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希望构成周线上我们刚才说那个回落。那如果说深的话，它也有可能去这个等比例的位置的。刚才我们测的那个等比例，甚至是去到这个120天125。这个票要进的话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进，等它最少日线上给到一个盘整背驰的时候，我再进，3笔背驰再进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7667这位朋友问这个 Rivian，
Rivian 的话，我在上周还是在大上周，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分析过这个，但是呢，它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在什么呢？它的周线图形上是一个9段升级的，我当时相对的看好它，就是因为它周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，它是一个进入段，然后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段。第9笔的一个升级，这个周线中枢是升级的。然后在上一周吧，应该是大上周出了一个财报，就是2月9号这周出了一个财报大涨，那个2月19号那周是涨了19.8%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回吐的太狠，我们看一下日线上它这一段的回吐，它这个回吐已经超过了，看一下应该是超过了0.18了。它已经跌破了0.18，已经快去0.768了，对吧？一般它是不应该跌破0.5的。如果说强势状态下是不应该跌破0.5的，就0.5这里应该能守得住。那么在0.5附近还有一个120天在这里，对吧？所以说它跌破了0.5之后，它就是已经很弱了。然后我当时，我忘了是在这个会员专享里面说，我也提过，不要去追它。应该等它这个回落买回落，我当时建议是看1小时的这个图形，因为1小时上这里是有个中枢的。当时我们在这个位置，我应该在周末的时候还是哪天分析的时候说，这里有一个中枢，它上去之后你不要追在这里，你要买它的回落，对吧？我们当时是这么建议的。但是它这个回落，你看它从这个最高点回落之后，有过尝试反弹，但是都没有成比呀。这里有过4根 K 线反弹，不够比。这里的话勉强够一笔，但是有波浪关系处理之后也是非常勉强，而且现在已经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。所以这个现在它走的是非常弱的一种状态。所以说，那么如果说在日线上它再次跌破前面这个低点也有可能，就是前面这个13.58，它如果说再次跌破它，或者说不跌破，踩一下给个2码也可以，再上去也行。但是整体来讲，它现在是一个偏弱状态，就是之前财报那天出的强势表达没有持续，没有那个连续性，所以现在然后它现在你看一下裸 K 的话，它也是到了200天均线这里了。我们看一下裸 K， 也到了200天这里。那如果说在200天以下横一段时间的话，那就怎么说呢？弱了。如果说在财报之后，你可能回调个1天2天，然后再继续往上走，那就来一个1、2、3段。1、2、3就是在小周期里面可能有一个1、2、3段的这个状态才是强势表达，现在它是弱势的。所以说你要想进的话，或者说想继续持有的话，那不要盲目补。首先不要盲目补，起码等这里再给一个日线的底分型。或者说再次跌破前面的13.58才可以再进，毕竟它周线上这个9段升级之后的结构并没有被破坏，对吧？它这个9段升级并没有被破坏，还是在这个周线的大中枢在这震呢，而且还是在周线中枢的中轨上方。就说整体大结构还没有被破坏，但是短期的日线以及日线以下的这个周期的结构是弱的，就多头是弱的。好的，这是这个 Rivian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下一位朋友问了一个 Oracle 甲骨文。甲骨文的话，现在这些 AI 相关的公司啊，其实都在等一个大公司的财报，也就是英伟达的财报。英伟达在这个周三2月25号，周三的盘后要出财报了。所以说，周三的盘后，周三英伟达的财报决定了这些所有跟 AI 相关，甚至大盘呢，都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了。那么这个财报还是市场现在都在等待的。其他的消息面也好，或基本面，可关注的东西不多。虽然说周五，出了一个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否定了特朗普的这个关税，对吧？但是那个。怎么说呢？虽然说也是不确定性，但是大家对川普也好，或对这个关税现在有点免疫了。
这个消息方面的刺激不够强烈，但更多的就是这个 AI， 因为 AI 的泡沫，很多对它的这个估值啊，对整个 AI 板块的这个担心呐、都取决于这个英伟达财报了。那么现在针对这个的话，它可以慢慢的往下跌，你看见没有？虽然说它结构其实是饱满的，就是在日线上已经跌了2个中枢了，现在是走 C 呢，对不对？你说是它饱满，但是饱满并不代表它要起来，可以说是跌不动。你可以说它跌不动，但是多头的这个起势并没起来。你看它前面这里起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它起来的状态是什么样态，你就知道，比如说这个 MACD 这里是在0轴附近起来的，对吧？一个跳空缺口起来，或者说在前面这里也可以，它这是起来张口往上走，然后这里是踩着200天和120天的这个交叉之后往上走，这是强势表达。但现在虽然说是多头的这个下跌的动能也不足，但是空头上涨的动能也没有，所以说这就是它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。但是这种现在长期看好的话，就是首先不要盲目往上加，因为它这个阴跌状态下，你一直加的话，你的也没有那么多那个仓位啊，对吧？你会造成，如果说你赌它往上跑，那这个就是风险太大了。就是我们的是，在每一个周期上去做它的这个差价操作，但是现在在日线，起码在日线上是没有机会。这里可能给你过一次反弹，但是也是只有4根啊，它只有4根 K 线，那不够一笔呀。所以说还是小周期的，意味着这里有一个小周期的有一个中枢，这里有第2个中枢，可能再次跌破135.25，也就是说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，也就是1小时它可能饱满之后，才可能有一个有效的一笔反弹，就日线上有一笔反弹，一笔反弹之后可能再打一个低点，就是出一个 C 段，2个中枢下跌出一个 C， 才可能结束。就说我的建议就是，首先基本面没有大问题，可以长期持有，对吧？但是你不要说跌一点就去加它，跌一点就去加它，那这样的话你会，仓位越跌越大的话，会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它如果说不涨的话，它也可以一直在下面盘着呀，那你这太被动了，就很有可能搁在最低点，就很有可能搁在下面，而不是说一直拿起来的，对吧？你现在它没有明显转势的时候，就不要动。不要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，不操作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操作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这个现在没啥可操作的，你就不要动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58499朋友问了一个 HL 想建仓，这是一个 mining 做这个挖矿的一个公司，但是应该是挖那些，比如说了黄金了。这个金矿了，或者说是银矿这些公司的，不是挖比特币矿的，对吧？他应该是这个想建仓，但是呢，他们这些金矿这些矿物公司受到黄金、白银的，尤其是黄金的影响是比较大。这个图形跟那个黄金的特别像，你比较一下就知道，黄金的这个图形跟它的基本上差不多，但是。你想建仓的话，现在也不是啥好位置。那在下面这次回落的时候有没有去建仓？这正好是一笔回落的时候有没有去建仓？现在它就反弹又够一笔了，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。你说你买的这个位置，它刚好可以回来一笔，对吧？就比较尴尬。所以说，这个位置不是一个好的建仓的位置。那么它马上要分红了，也是刚出完财报，对吧？财报的数字，因为如果说是挖黄金矿的都不会太差，但是整体来讲的话，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上肯定有这么一个中枢，你起码等它踩一下中枢中轨也行啊，然后看它能不能够上去。所以现在肯定是不是进去追它的一个位置，或者说它能够踩一笔下来也可以。这样的话有一个中枢，也就是说我的建议是等待周线上能给一笔回落，因为周线上现在是不够一笔，
周线上现在只是就是从最高点算的话，只有4根 K 线，对吧？我建议周线上给一个回落之后，因为周线上一直还没有过稍微大一点的回落呢。针对下面，你看它下面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盘整之后起来的，你现在追的这个相当于它可以再次往下走呀。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你去测一下它的这个黄金分割。所以我建议是20附近吧，20附近你慢慢的买，可以用那个分批进，20附近开始分批买，比你现在追进去强。你现在追进去，它再来一下，你就会进入一个非常难受、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。好的，这是这个 HL， 简单讲一下，毕竟没有太多可以说的。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问，还有快将近10分钟时间。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可以说一下这个比特币。比特币的话，今天也是应该是昨天收盘前或者今天盘前吧，出现了一个快速跌，就是有一根 K 线出现了一个快跌。但是这个比特币的话，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整体变化，就是4小时上这里又有2个中枢，这2个中枢完全它就现在就是围绕4小时的中枢震荡，它可以往下走，也可以往上走。直到它出现一个，比如说出现一个不背驰，进入段跟离开段不背驰，才有可能转向。这就是一个中阴状态，现在就处于一个中阴状态，就是一个盘整背驰，就是一个那个中枢震荡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如果说它再次跌破前面这个6万的话，你要小心。回到日线看一眼，如果说再次跌破这个6万，那就是说它这一段里面有2个中枢了，可能这段快结束了。但如果说这个再延续下去的话，就容易不背驰，就是说它的这个在日线上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话，那就容易不背驰，那就可能出现3个中枢，就是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第2个，这里再做出第3个日线中枢，再起来也可以。所以现在它这个延续的时间太长，然后造成这个有可能不背驰的，就这一笔的回落，如果说不背驰，那就坏了，那就可能出现周线的一笔的有效回落。我们再看一眼周线，现在周线上不够一笔，周线上是一个2-3脉重合的这个位置我讲过的，周线上是一个2-3脉重合的卖点下来的，就这个97000这个是一个2-3脉重合的一个卖点，然后这个现在回落还是不够一笔的，但是整体来讲是非常的弱，就是对多头来讲它现在是非常非常弱的。你看这个 MACD 越往慢慢的往深走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如果说能再次踩一下200周，反而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位置。也就是在可能刚刚跌破6万之后，可能会给一个买点，也就是这个200周均线这里。如果说能踩一脚200周均线的话，可以尝试做一下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反弹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可能来一个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5。所以这个4的反弹是可以参与，但是需要跌破前面那个6万那个前低点。我们可以这样测一下它的3段在哪里。那么等比例在52192，52000是这个3的等比例，所以说它要跌到200均的话，它也可以往上再延一延到这个522这里，甚至到5万，对吧？5万的也可以啊。所以说，如果说它真的是要跌破200天，给你扎一个很扎针儿，就是这个在比特币啊、虚拟币里面经常出现，就是一个下影线。如果说给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，像之前那个。那么它会有一个快速回拉的一个状态，所以说，首先比特币不要这个，如果说你玩它 ETF 的话，不要盲目加了，它现在等待它慢慢回落到，再次到200均吧，200均甚至到这个5万这里，还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。说现在就是一个阴跌，它现在就是慢慢的往下走，慢慢阴跌的一个状态。好的，还有5分钟的时间。还有5分钟时间，我们也可以说一下这个英伟达，因为英伟达在周3出财报，但是我这个下一次直播是在周5。英伟达也是，其实它今天这个最高点193.95，刚好是突破了前面几个小高点，它刚好是突破了前面这几个小高点之后打了一个高点，对吧？
所以说又是到了这个中枢的上面去了。那么你发现了这个位置就应该去减仓，但是呢，这个好就在这个 MACD 是拉上来了。那么周三盘后这个财报的话，它也是可以在这里以169.55作为一个起涨点的话，那就是可以在这样进入段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现在是6。那么它周三盘后出财报，那周四的话，对吧？可能这3天先横在这里，先横在这3天，然后周四一个大涨上去，是这样可以的，再次突破这个212。那么现在的价格到212，我们看一下有多少，10%左右的一个空间，对吧？这是往上走。那么这是往上，比如说它的这个指引特别好，然后这个各个数字都非常好。然后我之前在周末跟大家分享是说，如果说它财报中更多的中国元素出来了，就是那些像抖音呐、什么腾讯呐，购买大量的它的 H200的芯片的话，那可能数字会非常好，然后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指引，那大涨是可以的，到前面这个212这里，对吧？10%以上的是一个上涨。这个如果说不好的话，那就要再次跌破前面这个169.55，意味着这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下上下，就是周线上会出现一个3买转2卖的一个模型。那么如果说要跌破169.55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也是大概有10%的一个空间，应该11%。所以说它现在这个位置刚好在中间，上下10%。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赌它财报的话，就两边买，都买，不要赌单边，就买这个不是合约期权里面有很多那个策略可以两边都买的嘛，对吧？但是你单边的话，这个正好在中间的位置是不好那什么的，不好去猜它往哪边走的话。但而且市场现在对它的预期太高了，每次对英伟达的预期都非常高，所以说这个还真不好说怎么走。真是50%的上下都是50%的概率，这个其实有可能还出现一个，也不涨也不跌，就横在这里也可以，就是把这个做多和做空的都给杀掉之后，再慢慢往上爬也可以。所以它整体来讲是非常难做的。还有2分钟时间，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 KLAC，这个我们是没有分析过，但是我注意过这只股票，好像也是跟芯片相关的，也是从最低点551涨了一大波，涨到1600，涨得非常好。但是它具体是，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这个周线的一个周期，对吧？这个公司主要是做半导体工艺控制的，就是而且是这个领域的那个龙头，在半导体工艺控制领域的话，它是霸主，主要提供这个晶圆缺陷检测，还有什么光照检测呀，这个测量系统。所以说，它就是类似芯片制造厂商的这个显微镜，或者说叫测量尺，负责检测制造过程中的这个极微小的缺陷，确保这个它的优良率。所以这个在工艺控制方面，它是这个非常牛的。那么图形上也能看出来，也是非常牛。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起涨点是在600这个位置，可以大概看一下，这里是一个123，直接一个3到这里，然后3还没被持，所以现在它有点冲不动了，也是其实也是这个等待周三英伟达这个财报。估摸着是一个123，然后一个4，给一个4回落之后可以继续上。所以对于这种基本面没有啥大问题的，就每次有回落，像这种大幅回落的时候，你就大胆的买，对吧？大胆的买，它的回落一般都不会太差。它整个的这种，你发现它这个整个的趋势，每次回落都是非常好的买点。那一个弧线往上抛物线往上走，对吧？所以说，现在它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。现在这个反弹是够一笔的，所以如果说你要有的话，这个里面可以先卖一下嘛，对吧？那如果说你是全仓，如果说仓位特别小，你不动也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说仓位特别大的话，这里可以先卖一点，等待它这里给你一笔回落，甚至它可以再次跌破前面这个低点。
12%，跟英伟达那个空间差不多。所以啊，因为它这一笔反弹也够一笔了，然后前面这个里的话，这也是够一笔的，所以它是一个1比1比上的一个状态，对吧？有容易形成一个3买转2卖的这个模型，因为下面这里是有个中枢的呀，这是一个3买啊，所以说跟英伟达那发现没有一样的图形，一样的结构，因为它们都是一个板块的，都是一个背后的逻辑都差不多，所以我要是我手里如果有这个片的话，然后盈利又非常丰厚的情况下，我这里肯定要减一点。你往上涨，我就手里有底仓，我继续拿着完了；往下来，我再买回来，对吧？我目的是我让我的这个持仓成本降到0，甚至降到负的，那么你才能够拿得住这些呀。如果说你的成本一直都非常高的1000以上，那么这些震荡你根本扛不住的。你只有成本够低，你才能拿得住。而且没有人能够预测到，我当时在550能涨到1600，有人能预测到吗？预测不到的，你只有一直持有才能拿得到，对吧？所以对于这种好的优质的基本面的票，就是上去了弱了我就卖一点，下来了就是就大概齐的那种就补一点，对吧？就是一个加点仓的一个操作就能做得非常好，尤其基本面非常好的情况下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